翌日下午，老年大学的书画讲座忽然换了新的讲师。作为书画协会副会长的肖长坤并没有出席，而是从书画协会找了个代课老师过来替他讲了一堂课。韩美琴特意带着贺远江为肖长坤写的请柬，却没见到他来上课，于是便等那位代课的老师下课之后上前询问道：“你好，请问你们肖副会长今天怎么没过来？”那代课老师回答道：“肖副会长最近在协会的事情比较多，所以就让我过来替他在老年大学搞讲座。”韩美琴好奇地问：“那他下次什么时候过来，你知道吗？”代课老师道：“我估计他这段时间就不过来了，因为他把后面一些课程的选题都给了我，让我做 PPT 完成讲座，估计未来一段时间都由我来代课。”说着，他问韩美琴：“你找肖副会长有事？”韩美琴点了点头，感谢道：“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吧，谢谢你啊。”离开教室，韩美琴便给肖长坤打去电话。电话那头，肖长坤正在书画协会的办公室百无聊赖。在书画协会，虽然他官至常务副会长，也就是实打实的二把手，但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内容。倒不是因为受人排挤，主要还是因为水平实在太低。平时大家讨论研究点什么相关课题，他要么不发言，一发言必闹笑话。但碍于裴会长对他非常器重，大家也都不敢真的嘲笑他。裴会长也知道肖长坤基本没什么水平可言，所以基本上也不给他安排什么实质性的工作。自打韩美琴回国，并且在老年大学当起了客座教授之后，肖长坤就主动请缨，要牵头跟老年大学搞合作。裴会长觉得老年大学说是大学，其实就是个老年社交俱乐部，没什么学术性，也没什么硬指标，于是便拍板同意了。这段时间，肖长坤一直在老年大学干得起劲，今天忽然不去了，整个人就立刻清闲了下来。正无聊着，忽然接到韩美琴的电话，他的心情瞬间就郁闷起来。他知道韩美琴为什么给自己打电话，肯定是想给自己送请柬，结果自己没在。虽说这婚礼自己是肯定不打算去，但请柬不收也确实不太合适。于是他便假模假样的接通电话，开口道：“美琴，你找我？”韩美琴嗯了一声，问他：“长坤，你今天没来老年大学？帮你代课的那个老师说，以后你可能不过来了，是真的吗？”肖长坤连忙说道：“哦，这个事儿啊，是真的，主要是会里最近又有一些动作，比较忙。我这个常务副会长也确实不好，每天在老年大学待着。我们裴会长昨晚上还给我打电话呢，说会里事情多，少了我不行，所以我就先回来帮忙了。等啥时候清闲了，我再过去。”韩美琴知道肖长坤说的肯定都是借口，但也没有说破，只是开口问他：“那你什么时候方便？我把请柬给你送过去。”肖长坤一听这话，连忙道：“哎呀，送个请柬，哪用得着你专程跑一趟？这样吧，你把请柬给小吴就行，就是那个帮我代课的小老弟，让小吴回会里的时候给我带过来。”韩美琴见他都这么说了，便也不再坚持，开口道：“那行，那我就把请柬给他。”肖长坤心情不好，也不想跟韩美琴多说，于是便道：“那个美琴啊，我们裴会长召集开会呢，我先去了，回头再聊。”“好，你先忙。”肖长坤挂了电话，便将手机往桌上一扔，躺坐在办公椅上，将双腿搭在书桌上面，满心疲惫。虽说对马兰的担忧冲淡了他对韩美琴要结婚的伤感，但这种事情只要静下来想一想，他心里依旧会觉得非常不爽。他心里甚至觉得，与其这样，当初韩美琴还不如干脆就别回来。正郁闷着，有人敲了敲他的办公室门，没等他回应，那人便推门而入，来的正是裴会长。裴会长见他，笑呵呵地说道：“老肖啊，老肖，你这个常务副会长，我见一次可不容易，一天到晚跑老年大学，你有日子没回来了吧？”肖长坤赶紧将腿从桌上拿了下来，客气地说道：“哎呦，裴会长，这段时间我不是一直忙老年大学那边的课题吗？不过最近那边我安排给小吴了，
以后就每天到会里聆听裴会长您的教诲。裴会长连忙道：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说着又笑着说道：长坤啊，今天你刚好回来，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帮忙，你要是能帮就帮，帮不了也不要紧。萧长坤忙道：裴会长，瞧您说的，您是我的老大哥，也是我的老领导，那我是您带的兵，那还不是您只拿我打哪啊？打得过我萧长坤义不容辞，打不过我萧长坤拼了这把老骨头，也得上战场比划比划，才对得起您的辛苦栽培啊。裴会长被他恭维得十分高兴，笑着说道：长坤，你能这么说，我这个老大哥真是与有荣焉。咱哥俩这关系，我也不跟你说客气话。我有个朋友在咱们省里的上级部门工作，最近想再往上走一走，所以就想请一些关键的人出来吃顿饭，托了关系才在天香府订了一个黄金包厢，结果找的那个人实在不太给力，说好的黄金包厢，这眼看晚上要吃饭了，临时通知黄金包厢没订上，只能去白银包厢，搞得我那个朋友很郁闷。刚好他请了我一起赴宴，所以我就想着你跟洪五爷关系好，看看能不能给安排个好点的包厢。当然了，吃饭要是能给打个折扣就更好了。我那朋友也没什么钱，虽然不至于消费不起，但多少还是有点肉疼。天香府的包厢一向难订，很多时候包厢宁可空着也不对普通人开放。这倒不是洪武有钱不想赚，主要他开天香府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逼格和社交。他当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时候，就意识到很多社会人和大人物最在意的就是面子，喝酒、吃饭、日常消费都是力求最好最贵，而且高端人士的社交对隐私和圈层非常看重。天香府在保证环境一流、菜品一流、服务一流的同时，也必须保证客源的素质一流。就像道道上的那些大哥，从不会去小弟们常去的饭店吃饭，而他们常去的饭店，小弟们就算有钱也不敢随便去，因为一旦自己也去老大喜欢的地方消费，势必会有些僭越。所以天香府一直都有着严格的门槛限制，没有客人的时候宁可空着，也绝不让一些档次不够的客人进来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确保天香府在金陵饭店里独树一帜的高格调。而钻石、黄金、白银、青铜的包厢设置，也与航空公司的舱位以及会员等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正因为洪武始终坚持天香府的高门槛，所以他到现在也是金陵档次最高的饭店，没有之一。萧长坤一听裴会长说的缘由，不禁有些疑惑地问道：那人不能订黄金包厢，为什么还应承这事儿？这不是坑人吗？裴会长苦笑道：现在社会上这种鸟人多了去了，妈的，没那个金刚钻还非揽那个瓷器活，主打一个宁杀错不放过，先应承下来再想办法，万一成了就赚了，不成他也没损失。说着，裴会长又道：长坤，以后你可得小心那些随口承诺的人。我之前有个朋友，妈的找人给他儿子办大城市落户，遇上个傻逼说100万能办下来，结果等了1年都没成，最后找他退钱，他还推三阻四。我那朋友最后要去报警，对方赶紧就把100万给他了。萧长坤下意识道：那100万能还回来还不错啊。裴会长骂道：妈的，就这种傻逼最可恶。他其实压根就没这个门路，也没打算帮忙办这件事，他就是想拿人家100万无息借款用一用，要是来催，就借口正在活动关系，很快就能落地，各种理由一直拖。要是对方实在等急了，拖不下去了，就把钱退给他。你的事儿被耽误了整整1年，1年的利息也打了水漂，可你偏偏没法报警抓他，只能吃这个哑巴亏。说到这，裴会长又道：这种狗日的一般都是广撒网，不但各种吹嘘，而且来者不拒，这个拿100万，那个拿100万，搞个3、5千万在手里，躺着吃利息1年也有100来万了。萧长坤好奇地问：裴会长，你咋了解得这么清楚？是不是也上过这个当？裴会长叹了口气：不瞒你说，长坤老弟，我那个儿子在国外读了几年野鸡大学，回来去大城市搞人才引进，可人家不认，
我给我儿子活动户口的事儿都活动2、3年了，各种坑让我踩了个遍，他妈的什么牛鬼蛇神都碰上了，愣是没找到真正靠谱的门路。说着，裴会长摆摆手，哎呀，不提这个。长坤啊，你看看能不能帮个忙，给解决个天香府的黄金包厢。萧长见他只是想要个黄金包厢，于是便立刻拍着胸脯承诺道，哎呀，裴会长，这都是小事儿，我让我女婿跟洪五爷打个招呼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